明朝第一才子谢晋因何被罪杀呢？谢晋江西吉安府吉水人，现在的江西吉水人。他文采出众，才智超群，是明朝最有名的天才之一了。据说接近5岁时过耳不忘，7岁时可以自己写文章，10岁时背诵文章则终身不忘，12岁时就能通读4书5经了，19岁参加乡试，轻松的就拿到了全省第1名。洪武21年，19岁的谢晋中的进士，同年就官至翰林学士。朱元璋对谢晋十分器重，曾经对他说：“从道义上，我们是君臣；从恩情上，如同父子，你应当知无不言呢。”这句话把谢晋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觉。他挥毫奋笔，第2天就呈上了万言书。他主张应当简明律法，并赏褒善政。朱元璋对他大加赞赏，而谢晋又一鼓作气，再次呈上了太平实策。大臣们对他也是另眼相看了。有了朱元璋的撑腰，谢晋真的是太敢说了。他指责兵部玩忽职守，魏理擅长辩冤，又革书谕史元泰。他与上不揣圣意，与下树敌太多，失了分寸。最后连朱元璋都认为他缺乏涵养，必须要修身养性。谢晋为人清高，恃才傲物，因此在朝廷上得罪了不少权贵。这一点朱元璋的心里最为清楚。为了惜才，也为了让谢晋避祸，公元1391年，他让谢晋回老家待一段时间，让他闭门修性，著述文献。在此期间，谢晋校改了元史，谱写了宋书，对《礼记》进行了删递。谢晋虽然才华横溢，在时政文学等方面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，但由于此人不善弄权，不懂得观赏潜规则，最终锋芒毕露，4州树敌死于朱棣之手。这谢晋总是和朱棣唱反调。第一件事就是朱棣要征讨安南，谢晋上书反对，朱棣没听谢晋之言，讨伐成功了，啪啪地打了谢晋的脸。第二件事是，朱棣讨伐安南期间，太子朱高炽见过朱棣，不满意朱高炽的表现，写信有上书为太子说话，这让朱棣有点不高兴了。这第三件事就是征讨安南，朱高煦随军作战有功，朱棣想要给他丰厚的奖赏，但是谢晋又上书反对，对此朱棣很生气，认为他离间朱棣和儿子们的父子亲戚。从此之后，谢晋就被朱棣踢出了朋友圈。后来朱棣又将谢晋丢到了监狱里。1415年，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向朱棣呈上囚犯名字。当朱棣看到谢晋的名字后，很好奇地问他：谢晋现在还在世吗？作为朱棣心腹的纪纲，他当然明白这句话隐藏的意思。纪纲回去之后，立刻命令把谢晋灌醉，然后把他扔到雪地里，并用雪将他严实盖住。如此，这谢晋就被活活冻死。这样一来呢，官方的说法就是谢晋自己喝多了，被冻死，而并非朱棣所杀。谢晋虽然才华横溢，却根本未参透世事。说得直白，谢他就是个满脑子学问的书呆子。这样的人如果著书立说，必将名传千古，但要是掺和政治，早晚会被玩死。这一点其实朱元璋早就看出来了，出于对谢晋的爱护，他才打发谢晋回家继续修炼。可惜谢晋的政治觉悟实在太低了，最终落了个被扔进雪堆冻死的结局。所以这谢晋就属于那种智商很高，但情商极低的人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